视频开头，我想先问个问题：俄罗斯是发达国家吗？你觉得它的物价比中国便宜还是贵呢？对比我去过的欧洲国家，俄罗斯的发达程度并不逊色于他们，但物价上疫情前也差不了多少。不过在现在，俄罗斯和欧洲的主流国家物价的差距正在拉大，他们更便宜一些。俄罗斯的物价也是除了日韩等少数发达国家之外，少数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差不多的。不，他们还是略高于我们的。在俄罗斯，人均300元，你可以在高雅的餐厅吃顿牛排；150元能在超市买上一周的基本的食物；50元可以3天无限制的乘坐地铁；600元可以在红场边住一晚像如家这样档次的酒店。如果你在国内每月能挣2到3万，在俄罗斯还是可以基本实现打车自由，也可以随便去个街边的饭馆，畅快的点餐用餐。那么俄罗斯的物价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我们从吃住行以及日常的消费与您一一展开分享和对比。从下飞机那一刻，我们就开始计算物价。从机场到市区，用本地的轿车软件打了一个9座的奔驰商务车，路程大概1个半小时，价格为400元。如果只叫一个普通的轿车，价格差不多在100元左右。不过记住，一定要用本地的轿车软件。如果在市区，我也做了比较，莫斯科打车略贵一些，20分钟的车程大概38元。同样的时长，北京的轿车价格也是38元，不过用了平台送的优惠券的话，大概27元。其实两地是相当的，比圣彼得堡轿车其实会比莫斯科更便宜一些，大概能低1/3。俄国人乘坐地铁的话，莫斯科单程一次是65步，也就是5元，3日通票是50元，不限次数。我们提前1个月购买的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火车。不过需要说明，这是淡季，折合人民币360元，这是4个人的软卧。莫斯科的高铁跟我们不太一样，它每一个座位每一个时间段价格可能也都不一样，所以差价会非常大，最多的时候能差出2倍以上的价格。说到吃，我觉得俄罗斯用餐的成本真的比北京要高。如果是传统的俄式早餐，而且是连锁餐厅，那一般人均消费是60到70元。像肯德基这种国际快餐连锁，门味鸡的汉堡就是25块钱，这2个正经都是比北京贵的。如果去吃正经的西餐厅，一般人均的话会是150到200元。整个这个花了7700，就合人民币的话，应该是650吧，人均160。一人要了一份汤，各种汤的尝了一下，然后牛肉的、猪肉的各种主食，以及说他自己炒制的，鲈鱼和牛肉粒的这种主菜，整体还是挺好的，感受一下就是纯西餐的味道。如果在市场的摊位吃，差不多30到50元吧，贵的可能会到70元。如果在街头的推车去吃汉堡或者热狗，差不多20到25元。在俄罗斯，你很少能见到像国内10元以下几个包子、一碗粥这样组成的一顿饭，你是很难达到的。250还可以，这作为它这个唯一一个点儿，人家物价也不高。其实我们大多在俄罗斯正经饭馆吃饭的时候，没有按照本地一样，每个人要一个前菜、一个汤、一个主菜。如果这么叫的话，一个人至少在200以上。我们都是几个人平均分，差不多6个人要3个到4个主菜，然后3个前菜，要3个汤，基本就够了。正经点菜的俄罗斯餐厅也很少有人均100块钱以下的，这在国内属于常态的价格，在俄罗斯几乎你是见不到，所以他为吃会付出更多的成本。说到成本，说到物价，其实本地人的超市，他们也最真实的能够映射出本地人的消费。那到底贵还是便宜呢？我们走进本地的超市看一看。可乐同样分2种，可口可乐，这个就是139和12块钱，这个就是本国的，500毫升，这个和3块5吧，这算，跟咱们价格是一样的，但是1.7升吧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。这个合人民币11块钱，这样其实价格也还好，149就合人民币12块钱。这个更便宜点，这个合8块钱。这个巧克力大家应该很多人在国内应该买到，就这个牌子德国的，其实在国内差不多也是这么多钱。这个合一块12块钱，咱们国内打折的时候9块钱。走呢，就是其实离红场也就4站地铁的地方。这边的物价就明显降下来了，那一大桶水的话才合人民币5块钱，就是这个牛奶，这一大瓶奶才合多少钱？合4块钱，至少有1升了。像这些面包，按照1:12的汇率看，基本都是3-5块钱之间吧，其实比国内可能还要便宜一些。巧克力59，那就合人民币的话，应该就5块钱左右。其实综合来看，我觉得整个俄罗斯，尤其以莫斯科为代表的大城市，它的物价其实是比北京、上海略高一些的。
在超市端其实是相似的，我觉得超市很多东西比国内还要便宜，这个确实让我很意外。但是在生活、交通、餐饮方面，其实还是比北京、上海略贵一些。那毕竟它还是资本主义国家，它还是一个相对发达一些的国家，它的人工成本会更高，然后它整个的人均的这种效率其实是没有我们高的。对于旅游，我还是会推荐俄罗斯，虽然受到一些俄乌战争影响，也许你去了俄罗斯会影响你去欧洲、去美国，但是我还没有进行到下一步。大部分人去完俄罗斯之后，也没有去西方国家，其实这些是 X 是未知，但是从它的物价水平，从你能感受到的它丰富度来说，它还是比较合理的。那么俄罗斯物价您觉得高还是低？您觉得它是否值得呢？那我们评论区聊一聊，有什么相关于俄罗斯旅游的问题，可以在评论区我们相互留言，或者您可以私信我，或者在群里我们一起分享。